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9月份会有哪些不可思议的转折出现？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那么第一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牌就是命运之轮啊，说明9月份你们的人生会经历一次大的洗牌。当命运重新开始洗牌的时候，9月份啊，你们的人生当中会出现新的机会和选择，可能会有一些随机性的事件发生，但是这些随机性的事件能够推动你们去做出某个很重要的决定啊。所以9月份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不可被预测的，有很多突发的随机性的事件会推着你们往前走。你们会带着某种深刻的反思啊，就9月份之前，你们可能因为这个命运之轮啊，就是有一些错误在不断的重复的上演，导致自己遭受了某种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说你们会痛定思痛，在9月份发誓不再让那些错误重蹈覆辙。而且呢，命运之轮它是带着某种逆转的含义在里边的，就是在低谷期呢会有一个触底反弹。有一些事情看似走到了死角，但是因为这个命运之轮的转动，会让你们得到一些新的选择，或者说看到了问题解决的希望。而权杖女皇呢，我觉得9月份你们可能会同时的去推进两件不同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取得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就是你们可能会游走于不同的项目啊、人际关系里边，但是你们可以平衡和处理好多方的关系，你们会成为一个团队合作当中的枢纽，扮演一个非常核心的角色，去进行某种资源的整合。而第3张牌呢是太阳牌啊，就是9月份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高歌猛进的月份，很多事情会在9月份有一个非常大的跨越式的成长，突飞猛进啊。因为这个命运之轮的转动会出现一个虽然短暂，但是非常有利于你们发展的窗口期。所以说太阳牌就暗示着你们会在9月份找到那个支点和发力点啊，之前的低迷它更像是一种沉淀，会在9月份集中的爆发。而这张恶魔牌呢，9月份的话你们可能会主动的去积累一些人脉和资源啊。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朋友土象的能量会比较重啊，就是很容易没有物质上面的安全感，需要积累很多的物质和财富才能够缓解你们的焦虑啊。所以说9月份在物质层面上，你们会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努力得到很多的具体的反馈，比如说一些数字的增长，你们会赚到更多的钱，或者说你们的营业额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或者说自己的某种业绩啊，能够以数据衡量的东西都会得到一个增长。所以说9月份你们的财富会有一个小的爆发，而且可能说你们会得到很多的小钱啊，就是这组牌的话，这些小钱、小的财富加起来，它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额，不要忽略这些小钱或者说小的财富，同时要有一种积累储蓄的意识，就是你们的安全感越多，你们就越松弛，你们试错的空间就越大，越容易让你们发现那些不容易被别人把握到的机会。圣杯骑士呢，我觉得可能9月份你们是应该会收到一个好消息的，而且这个好消息会和你们正在等待的一件事情有关，这个好消息会和某个人有关，或者说9月份会出现一个人，圣杯骑士啊，他会亲口把这个好消息传达给你们。而这个权杖9就是有一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感觉吧，最后一块拼图会在9月份被你们找到，所以说9月份被你们找到的最后的那块拼图，它就是一把钥匙，会让你们顺利的圆满的收尾某个很重要的事情。9月份的你们是可以决定某件事情的成败的，最后的临门一脚会在9月份到来啊，你们会决定那个事情的走向，成为那个最关键的人物，拥有最关键的资源。而星币5呢，其实就是9月份你们会接触到一些非常核心的人脉和资源吧，而且9月份可能会很忙碌吧，就是被整个时间表会填充的满满当当的，而且可能还会有一种来回奔波，但是呢，你们的这种行动和付出，它都是能够立刻见到回报的，每一番付出都有回报。
这种沉淀也会在9月份让你们迎来一个小爆发。之前等待着的突破，在9月份会一口气达成它。而且呢，9月份的话，因为命运之轮会有一些随机性的事件发生，所以说你们要多留意自己的这种社交软件邮箱电话可能你们意外收到的一些消息，会让你们拿到那个打开人生新的大门的钥匙不要错过这些信息，就是9月份出现的这些信息都会很关键。那么星币3呢，我觉得9月份可能你们之前的阻塞、卡顿或者说瓶颈期，在某个关口反复的徘徊，离某个目标差最后一步星币3就告诉你们，你们会通过某种工具，借助某种发展的势头，站到一个更高的平台上面。一定要学会借力就是借助某种工具、人脉、某种发展的势头达到你们的目的，去到一个更高处。而宝剑王后呢，我觉得就是9月份你们会利用信息差带来的优势，你们会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然后你们会掌握一些别人没有掌握到的第一手信息，这样其实能够让你们在9月份拥有某种先发优势，能够更快的做出判断，拥有更强的竞争力，或者说因为这种信息的优势，你们会利用这种信息差来帮你们赚钱。所以说这张宝剑4的话呢，我觉得9月份它是有一种把自己锁起来吧，闭关修炼的感觉在酝酿着什么，准备着什么，全身心的投入到某件事情里边宝剑9它也暗示着某种慢性的疾病会有一个逐渐好转的过程在身体状态上面9月份会有一个改善，可能也是恢复了某种健康的作息之后你们整个人的身体状态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甚至因为你们恢复了一个健康的作息，你们的体重也会有所下降，它不需要你们做什么锻炼，只要你们恢复到一个正常的饮食和正常的作息当中你们的这个体重、你们的体态、你们的身体的状态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所以说我觉得这张牌也是在提醒你们对于你们来说，拥有一个健康的清醒的头脑、健全的四肢，你们的身体健康它才是一切的基础和前提，才能够让你们的生命更充分的绽放。那么逆位的星币9呢，我觉得9月份对应到你们可能会有这么一个交易吧，会花很多的钱，但是会破财消灾的感觉就这笔钱会花得非常值，或者说会花一笔钱解决一个问题，得到一个你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或者说买到某种限量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说这笔钱它是你们必须要花的，在这笔钱上面不要去想的节省它，因为工欲善其事则必先利其器。你们因为花的这笔钱可能会能够加速你们解决某个问题，或者说节约很多的时间成本。而圣杯6呢，我觉得9月份的话，你们可能会变得很有表达欲吧，会找到某种创作的发力点这个过程就好像写作一样，你们就突然的找到了，打开了自己灵感的水龙头，拥有某种源源不断的灵感。而且呢，你们找到那个水龙头的开关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不断的去重复着进行着某种练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慢慢的摸到诀窍、发力点，或者说发现自己内在的某种隐藏的技能，找到一个你们命中注定的领域，会爆发出巨大的专注力和成长性。所以从这组牌来看，9月份你们应该是会独善其身的在保持自我边界的基础之上和这个世界建立一些联系，或者说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坐标和体系，它会有一个全方位的升级9月份会有一种竞争意识这种竞争意识会让你们在某种竞争当中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其实你们就属于那种外柔内刚的类型看似柔弱，实则内在有锋利的棱角，不甘于现状。我觉得你们内在的这种野心、想法或者说念头，会让你们在9月份的时候开始崭露头角，开始找到一种能够心想事成的感觉，并且通过这种感觉做出行动，得到正向的反馈，从而走向正轨。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那么在第二组牌里边，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 Star 星星牌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希望就是这个希望在9月份可能会带来一种困境反转的力量，
就9月份有一些事情的发展会重新给到你们新的希望，有一种马上要熬出头的感觉啊。就是你们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可能会经历一个断层，这个断层类似于是某个空档期、空白期，在这个空档期当中呢，你们可能什么都没有做啊，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人生的空档期能够帮助你们想明白很多的问题，重新制定人生的大方向啊。就是9月份，你们在经历了这个空档期之后啊，会想明白一些事情，制定一个新的计划，从而打破现状，然后整个人的事业发展、人生发展都会变得清晰和明朗起来。所以说，在这个断档期之后啊，我觉得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比你们预期当中更快的转变会到来。就是你们以为会有一个很平滑的过渡，但实际上你们会瞬间的进入到某种发展的快车道。就是你们的人生在这组牌里边啊，它其实它是有很强的突发性的，就不是慢慢变好的，它是瞬间变好。就是在那一瞬间，你们想明白了一些事情，或者说有一些转折出现的时候，你们就会感觉到你们的人生阳光明媚，未来可期啊。所以说星星牌呢，它就代表的是某种转变，某种变盘点啊，在9月份的时候会出现。而且星星牌也代表的是某种关系，它有一种破镜重圆的暗示在里边。就9月份对于某种断掉的人际关系，之前中断的某件事情，它是有一个修复的可能性在里边的。9月份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啊，或者说变盘点，就是有一些事情看似走到了绝路，但是在9月份会燃起新的希望。而第二张牌呢，星币6啊，就是9月份你们似乎会达成一个很重要的交易，这个交易的达成，它能够巩固和强化你们自身的能量，所以说暗示着在9月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交易和谈判会达成，而且呢是在你们的主导之下达成的。星币6的另一个层面的解读，就是对应的是某种关系会出现反转，类似于你们追逐的某个人在9月份会反过来追逐你们。星币6的话，可能说在9月份有一段关系会出现反转吧。高位会变成低位，低位会变成高位，而且呢是由你们来主导的。星币6可能是你们看到了某种关系的本质吧，所以说会停止付出，转而开始投资自己。这个时候你们心态和思维的变化会让你们整个人变得更有魅力，更洒脱，更果断。所以9月份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其实是来自于心态上面的，你们在心态上面会变得强大，会允许一切发生，不再纠结着某个人某件事情不放。其实人最怕的就是和自己较劲啊，对抗自己也是最难受的。你们会放平心态，找到一个出口，接纳某种不完美，达成一个和解之后啊，你们整个人从内而外都会变得非常的从容和松弛。圣杯7的话呢，可能对应的是9月份会有大量的选择和人生的分岔路口会出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跟随自己内心当中的指引，选择一个对你们最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可能性啊。就之前你们一直在拖着没有做出选择，等到9月份的时候可能会一下子出现很多个新的选择，就是这些新的选择必须要等到9月份，而且呢它是需要有一个寻找的过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你们一定要选择那种自己发自内心本能般喜欢的人和事，不要将就也不要妥协，不要因为身边人的催促就盲目的决定。9月份你们会等到那个适合你们的人生方向的，而且你们要有意识的在9月份去屏蔽掉一些负面的信息，会让你们感觉到焦虑的信息，因为你们的这种内耗和焦虑其实都是因为你们摄入的那些信息所导致的，所以刻意的屏蔽掉那些信息，反而能够让你们的生活回归到一种简单纯粹当中。9月份的话，毫无疑问它会是一个转折点。这张宝剑七啊，可能在转折点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反复和徘徊纠结的心态，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啊，进退维谷之日就是别有洞天之时。当你们熬过了这个转折点，你们的人生就会有一个大变样。似乎是在9月份，你们会带着某个很重要的东西，某种很坚定的决心去往某个地方啊，它是很坚定的去做一件事情，它是一种状态，一种正在进行的过程。而宝剑国王的话呢，就是你们可能会涉足到一个新的领域和行业，或者说会有开展副业的打算。
宝剑国王呢，还有一个层面的解读，就是你们在9月份可能会遇到一个贵人啊，他是一个风象属性的贵人，天秤、双子或者说水瓶。这个贵人他似乎掌握着某种核心的生产资料、核心的资源，或者说核心的一手信息。你们会通过这个人啊，打开你们的思维和认知的边界，通过这个人帮助你们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而这个 Temperance 啊，节制牌啊，它也代表的是一种能量的转换，或者说身份的转换啊。那么这种转变就意味的是你们会进入到一个人生的新的阶段，包括这个圣杯五啊。其实圣杯五的话，就是有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在9月份之前，你们的压力非常的大，可能说不得不因为某种成长而承担起责任的时候，当你们历经艰险翻越了一座大山之后啊，在经历了一个极致的压抑之后啊，你们的人生会上一个新的台阶，整个人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和状态，会有一种畅快感。就是9月份你们会顶住压力，完成一个很重大的事情，然后内在的这种压力啊、焦虑会得到释放，你们自身会得到非常大的成长。而这个圣杯国王呢，就在9月份的话，这组牌你们的这个人际关系网会得到一个扩张，就是不仅仅是有一个宝剑国王出现，还有一个圣杯国王会出现。可能这个人在9月份会陪伴在你们的身边，他会提供一种陪伴的价值和情绪的价值。你们会频繁的产生大量的沟通，能够极大的缓解你们自身的焦虑啊，就是因为这个人的存在能够治愈到你们，让你们的情绪变得稳定啊，就是这个人的存在，他就像一个定心丸一样。然后我们抽到的这个逆位的圣杯十呢，我觉得9月份的话呢，不要去追求那种十全十美啊。9月份它是小满胜万全，去追求一些小的满足和确幸，比追求那些宏大的东西更能够令你们感觉到幸福。9月份的话呢，因为是逆位的圣杯十啊，就是先完成再完美，不要过于的追求极致和完美，这样反而会让你们走入到某种就是反而会让你们容易钻牛角尖。战车牌的话呢，9月份会展示出来一种全新的状态吧，精神状态，它是一种斗志，会有一种竞争意识，顶住压力，冲过前面的一些阻力，熬过去之后就是海阔天空吧。即使有一线生机，你们也不要放弃，反而是在一个困境当中能够激发出你们的强大的斗志。只要过了这一关，9月份只要过了这关，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所以说战车牌，我觉得可能你们是在准备某个很重要的考试，但是呢，因为战车的存在，9月份你们能够冲过去的，能够跨过这种阻碍。而宝剑八呢，就是9月份你们可能会得到一个消息啊，能够让你们从当前的束缚和困境当中解脱出去。也对应的是你们之前做的一件事情啊，一直都处在一种阻塞和卡顿当中，但是到9月份它会突然的变得顺利。你们之前可能一直处在宝剑八的状态里边，但是到了9月份，这种僵局会被打破，僵持不下的局面会有转机。而这张影视，我觉得就是过去你们处在一种暗淡的状态里边，可能会很快的迎来一个爆发，就是你们在做着某种可以积累的、可以重复的事情。在酝酿着积蓄着某种能量，在铺垫着什么。9月份会出现这么一个窗口和契机，能够让你们之前酝酿铺垫积累的东西派上用场，会让你们感觉到命运非常的奇妙啊，就是有一些东西阴差阳错当中就是为你们准备好的。9月份的话，我觉得你们就是要做好准备，去接住命运抛给你们的一些机会，而且去利用这种机会来帮助你们完成这种内生性的成长。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首先我们就抽到了一张非常好的牌啊，星币10啊。这张牌的话，可能说9月份会有一个很盛大的聚会典礼在等着你们，或者说会有这么一个家人团聚的时刻出现。这张牌的话，如果从一个更宏大的含义去理解的话，9月份你们之前留下的某种遗憾、不圆满、求不得，
在9月份的时候会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圆满，就是命运之轮它会把本来就属于你们的东西重新的带回到你们的面前，就是过去失去的一些东西，在9月份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得到啊。那么第2张牌权杖骑士啊，我觉得9月份你们会带着某种非常清晰的目标和想法，去执行啊。权杖骑士的话，就是你们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并且会开始加速转运的感觉，就是你们的行动会带动你们的运势开始发生改变。之前的你们可能处在一种欲速则不达的状态里边，想加速，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9月份的话，可能说会有一个适合你们去做出行动和决策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出现。所以说9月份你们可能在经历了一轮痛苦的挣扎之后啊，权杖的话就是你们会找到那个支点啊，这个权杖其实它就是一个支点，你们会找到这个支点，然后去爆发。第3张牌呢，宝剑五啊，它其实会有一种自立门户的感觉吧，就是9月份你们可能有的人会辞职离开某个地方，然后开始自己单干独立，开始对自己负责啊。宝剑五的话，就是说你们会选择一条新的路，或者说这个选择会产生一个新的身份啊，就是它的代价是你们要放弃掉之前所拥有的成绩，或者说某种稳定，然后人生重新开始发生变化，产生波动。那么第4张牌呢，星币侍卫啊，就是当你们重新开始拥抱波动和变化的时候，你们的财运反而会开始发生好转，就是这种变化和波动会给你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赚钱的机会。所以说9月份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财富的进账，或者说找到一个赚钱的门路。而第5张牌呢，权杖七的逆位啊，就是9月份的你们其实可能在观望着什么，就是内心当中的某个想法会在9月份变得非常的强烈，在等待着什么，伺机而动啊。而且9月份的话，你们会做减法，就是回归到简单的生活里面啊，生命当中会让自己少一点受到那种干扰，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不是为别人而活，不是被裹挟，而是真正的开始自己拿主意，自己做决定。我觉得当你们达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其实是会减少你们自身内在的精神内耗的。因为这个权杖9的逆位的话，我觉得之前你们可能会在很长的时间被卡在了某个地方，动弹不得，好像是在原地踏步，实际上是在伺机而动啊，在蛰伏当中去观察着变化，等待着变化。一旦出现了契机，你们就会非常勇敢的站起来，顶上去，抓住那个机会啊。所以说星币1的话，我觉得9月份这组牌的你们财运是很好的，就是说有可能这个星币1对应的是你们会要回一大笔钱，就是有一大笔钱会进账，有可能这笔钱呢本来就是你们的，之前因为一些纠纷或者说错误的决策让你们没有拿到这笔钱，但是9月份这笔钱会到账，或者说9月份你们会把某种不需要的东西变卖出去，从而获得一大笔自由的现金流。我觉得这组牌的话，9月份你们会有一个财富上面的升级吧，会有一个爆发式的突破，得到一些物质层面的奖励啊。而权杖4的话呢，9月份对你们来说，9月份会有人谈恋爱，或者说已经谈恋爱的人可能会把这段关系推进到下一个阶段当中啊。权杖4我觉得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合作落地，会有非常明确的分工，找到一个能够和你们互补的合作伙伴，去开创新的事业和局面，两个人的优势刚好能够进行一个资源整合。而且呢，权杖4的话，我觉得它是就是你们会找到一个和你们非常合拍的人吧。那么逆位的权杖10呢，其实9月份你们会卸下某种包袱啊，就不让自己那么累了，主动的去拒绝掉一些事情，拒绝掉一些无用的社交，或者说被动的随着某件事情的结束，你们身上的责任也没有了啊，不需要你们继续去承担它了，有可能是还清某种负债啊，就自身会得到一个释放啊。之前你们被某些事情、某种负债给困住了，但是在9月份的话，这种束缚、这种负担啊，它会从你们的身上卸下。
还有一个逆位的权杖十，你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9月份你们会有一个内在心态的变化，就是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反而会进步得更快。就是当你们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的时候它其实反而是一个进步的起点。有的时候你们越担心暴露自己的问题，这种担心就越容易成为你们的思想包袱。所以9月份你们会重新恢复对于自己的信任啊，这种信任它不是向外求，而是向内求所得到的。那么这张 Hierophant 高塔教皇牌啊，就是说牌面当中有一把钥匙，说明什么？在9月份你们会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可能是你们通过某种竞争啊，拿到了一个比较靠前的名次，就会得到这把钥匙啊，收到某种邀请，得到某种 offer。9月份的话，这把钥匙它也对应的是你们会得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的处理方法，你们会运用这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把钥匙的另一个含义就是你们之前在某件事情上尝试了很多的方法，你们想要就是用了很多的方法想要去解决那个问题，但是在9月份啊，就是你们最后的那次尝试会让你们找到那把钥匙，打开那扇门，这暗示着你们最终会找到某个问题的解决的方法和答案，或者说找到一个支点去步入到一个发展的快车道。圣杯1的话，我觉得9月份你们会摆脱某种情绪啊，就之前你们一直被困在了某种情绪当中，总是在不断的委屈着自己，不断的消耗着自己，让你们或者说在某种受伤的感情关系里边不断的重蹈覆辙。9月份你们会突然的醒悟啊，就是想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想要过一种不同的生活，然后这种信念会变得越发的坚定啊。就9月份你们其实处在一个蜕变的边缘当中啊，在这个蜕变之前会经历某种混沌啊，有某种情绪力量在沉淀，在下沉，会让你们在痛苦当中觉醒，然后整装待发，重新上岸。9月份你们会重新整理自己啊，重新拼接自己。那么这个时候9月份你们会看到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诞生，破壳而出，涅槃重生啊。所以说宝剑9的逆位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你们会9月份会穿越荆棘，跨过层层的障碍，达到彼岸。就9月份之前的话，你们会觉得有一些问题好像你们永远都没有办法解决掉了，但是反而是在9月份你们硬着头皮去闯关，硬着头皮去解决那些问题啊，反而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步步难行步步行。就是说当你们硬着头皮走下去的时候，你们会看到那些问题解决的方法，或者说你们在不断尝试的过程当中会找到一个方式解决那些问题啊，会被你们一个个的克服掉那些困难和挑战。所以说最后一张牌圣杯8，其实它是在9月份的某个深夜啊，你们会达到一种内在的极致的和解啊，会放下某种过高的期待，过强的目的性，不让自己活得那么累了，转而去享受整个努力的过程。其实整个努力的过程就是在提醒你们自己吧，在暗示吧，就是没有辜负那些时光啊。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一种平和的松弛的心态，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努力，往往能够得到你们想要的生活。就是当你们带着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在不断的重复的做着某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你们就会创造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所以说这组牌你们要坚信一点啊，就是你们不单单是命运的承受者，你们同样也是命运的创造者。你们的命运会根据你们的行动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会根据你们的心态的变化而产生变化。所以说一定要做好这样的一种心理建设，就不要把事情是失败的和我是失败的人这两个概念混淆在一起，从而陷入到对自我的否定、怀疑和自责当中啊。即使在经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低潮期，你们也要多去发展爱好，多去体验和感受，学会欣赏世间的美好啊。要么是参加一些户外的运动，养一个宠物，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其实你们就能够在当下立刻的感受到那种幸福，拥有很多琐碎的欢愉和惬意。通过这样的方式，你们才能够拥有那种抵御糟糕的生命能量。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